对，我还带了我的4个助手一起住。啊，带了你的4个助手一起住。对，有时候开会嘛，公司开完会，有时候家庭会。你想到了租房子呗，3口之家，或者是说家父母5口之人，你何必要搞个大房子呢？他非得要把公司的员工都安排进来，租个200-300的平米，我说有什么必要吗？公司有公司的房子，自己住家的房子，老人家还要给你负担员工的什么伙食啊这块东西，给你搞卫生搞这块，还要带孩子，你说这块东西我助手也做事儿来，不是光吃白饭的。谁的父母在？我的父母在带小孩。等于岳父岳母在带孩子。对。然后除了管你们的孩子，还得管你的员工。员工也是偶尔嘛，因为我的助手都挺勤快的，他们在家也做家务，也炒菜。您开什么公司啊？传媒公司。助手我也没让他们住外边，他们也得花钱啊，住我家肯定。那说白了，不就你助手就住在你们家吗？是啊。就你公司有4个员工还住在你们家。呀，这个诉讼是您提出来的。对。离婚，您没同意是吧？肯定不会同意啊，这婚姻不能当儿戏啊。我可以是这样说，跟他家人关系，跟他弟弟亲戚关系那都是非常好，而且都站在我这边啊。他总是说我给他父母亲洗脑啊，啥意思呢？原来是他父母亲总是他给钱的时候不要，我说有什么不要，有多少拿多少，没事啊。你给到他钱都花了，你干嘛呢？你还不如当着给他存钱一样的。就是因为你洗脑，所以我才把你赶出家门呢。啊，赶出家门了？对，我住的我另外的办公室去了，等相对应孩子回来我就回来一趟。他的大儿子回来，他回来。小儿子大在读大学。那小儿子回是指回哪儿呢？我们是放到外公外婆那带嘛，他有没带身份带着，我们2个人就你们这个居住还挺复杂的。你们夫妻俩加4个助手，住在一个200多平的房子里。对。租的房子。对。谁负责做饭呢？没人。助手轮流啊。我妈过来之后就以我妈为主了。哦，你母亲还管你们公司的食堂，是这意思吧？公司也70来岁的人了，也有阿姨做，行，身体本身也不好。行，这是第一块。你们俩的儿子跟谁？大部分时间在我父母家。不跟你们夫妻住一起是吧？偶尔过来。孩子偶尔回来的时候我就回来，不回来我就干脆我也住到别人公司去了。你住别人公司？这住到外面去了，等于是。为啥呀？你们俩还不一起住？没办法。他要么就吵啊，反正就是。不，你搬出去就你们俩分居有多久了？半年吧。他觉得在我员工面前没面子嘛。在家里吵。您还想离吗？他要是有点改变，可能还会。你想让他改什么呢？你至少得回到从前吧。从前他是个什么样的男人？你给我们形容一下啊。从前对我也还挺关心的，甚至关心胜过他的大儿子。那为什么4年之后他不再关心你，甚至向你动手呢？他就觉得我脾气越来越躁了。他说你在公司对员工都那么好，一个个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，本身员工也是90后嘛，他们就该带嘛，就不是该动怒，都是引导嘛。你比我大12岁，你还要我来引导嘛？委屈是在这儿，你应该引导我，对吧？但是你发现这不是个人生导师，也没个肩膀。对，啥事他也靠你。对，累死了是吧？你最大的委屈是什么呀？当时你为什么决定娶她呀？说实在话，他的心还是比较好的，我还是认同他。认同他就是说他本身在传媒公司这块养成的这个火爆脾气，但是你别把这个工作状态带到家里来。我作为你的爱人，相对有些东西你就不能说我非得要跟你解决什么工作上的事，隔行如隔山，我也没办法了解你那块东西。他为这个事还专门到我公司领导去吵，要我老板不要给我加班啊，不要搞什么，我只能出来干脆跟他来做，跟他做，至少你要给我开工资吧，你不开可以，他员工不开，我做劳工，你这点做不到，你跟我帮下忙，我可以跟你帮忙就帮忙，那我就相对开公司吗？开鬼哟。开工资没开鬼，只是比员工少一点嘛。他就无非就是开工资什么呢？就是出去的车费、油费，给个100-200块钱，反正就这一回事。因为有些这个房款我也还，每个月的压力都在我这里，我每个月还几千块钱，所以我随地都要想办法找钱。他大手大脚，我也不知道他收入多少。谁呀？你那时候炒股这回事。现在你就知道要还钱了，谁能炒股啊？要不然做员工，要不然做老公是吧？你想做什么？做老公那肯定是不想给他干了是吧？对，早就不想干了。那就别做员工了，就做回老公不就得了吗？做老公他也不管儿子呀。
你总得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吧？啊，你能主内吗？那我可以主内啊，我说了，他当着员工面都在这说我家庭妇男，我说没问题啊，我就当家庭妇男可以啊。但是你家庭妇男也要考虑问题嘛，这个收入来源。对，他无非就每个月得给生活费，对吧？对啊，他没有啊。明白了。就是说你做家庭妇男，你做家庭妇男。买回来了吧？啊？我不都买回来了吗？该买的。不，你每个月给人点钱嘛。给点烟钱呢？不，家庭妇男也得有钱哦。我该买的我都买回来了，我就觉得就给他几千块钱够了。一个月给你几千块钱啊？没办法说。不是，到底给没给嘛？没给呀，我没看到啊。他无非就是领导睡觉的。就是您不能上嘴皮碰下嘴皮子说给个几千块钱，看来没给啊。给了。他的意思，领导睡觉的那什么5块钱的过路费都一路算的。没给他员工可以做到，给我没办法。他儿子读书我也给他儿子了呀。儿子的上幼儿园什么2000多块钱可以，那都算在里头上。还要你每天能在家里带着孩子搞卫生，还能够搞饭吃。明白了，你得做一全职老公，对吧？你工作上又帮不到忙，你只能在家里帮忙。对，他就是这回事，工作没办法帮忙。明白了啊，老师们也听明白了啊，这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有一个没太听清楚，就是我还是没听清楚你为什么嫁给他，你为什么娶他，我还是没太听懂。当时嫁给他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不是在学车嘛，我的另外一个司机，我问的是你为什么嫁给他？他觉得他人老实。对，人老实。啊，那你为什么娶她呢？因为我本身在时也是单身，我也感觉这个女孩人不错，我反正也是想要一个伴侣，再加上我有一个重女轻男的思想，前期生的是一个男孩呢，想要一个婚姻呢能够生个女孩最好，所以那个想法。那你为什么离婚呢？上一段？那是性格不合。前妻是跟他一样的性格吗？2个性格，2种性格。哪种性格前妻？按他的搞法就是懦弱一点，我前妻离婚是离婚，但是还是交朋友，甚至与前岳母娘那块都是交朋友。他还去过跟前妻一起玩，跟岳母娘一起家里去吃，都去玩过。所以他为这个事也是来跟我闹。他说你离个婚呢，还跟前面勾勾搭搭。我说不存在，有一个共同的小孩在那里。好吧，这位先生，其实你娶她的动机，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女孩子看起来像能会生女孩的，好像就这么一个。那您既然敢娶一个比自己小12岁的事业有成的这样的一个年轻姑娘的话，那您就得承受她背后所带来的一切，比如说娇气啊、矫情啊、完美主义啊。因为33岁才初婚，那肯定是对婚姻寄予了很多美好的期待的。对。所以您不能说又吃着甘着甜，又觉着甘着扎嘴，对吧？另外，您刚才谈到关于前妻的问题的话，让我感觉你们2个人都处在一种极其边界不清晰、角色定位不清晰的状态。您跟您的前妻和您现在的妻子把它搅和在一起，然后您还寄希望于其乐融融一家人、好朋友，离婚亦是朋友。您这个太理想了，因为女人她本身的嫉妒状态就是会比男性要高一些，对于爱的排他性本身就比男人要高一些。所以您凭什么认为您有那么大的魅力，又能让前妻跟您做朋友，又能让现在的老婆去接受您跟您的前妻是朋友呢？您真的没有太把这个女人当回事儿，不尊重。白老师你好。这里面有一些过程，我是咨询过他，我就询问过他，你这个去还是不去？我肯定是要去。我不是在跟您争论，但是作为一个女人，她如果说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说不去，那显得我多小气。那我只能咬着牙说我去，但谁难受谁知道。您考虑过您提出来这个问题，对于他是该怎么样回答？您就把他给架在那高度了，你只能回答是，否则你就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女人。然后对于这位女士，我刚才也说了，边界不清，角色不清，助理住在家里，你也没有尊重，在你的王国里面，你就是把自己的需求凌驾在所有的需求之上，把自己的情绪情感凌驾在所有的需求之上。你要一个男人能够100%的放弃自我来去听从您，同时又还要让他在起冲突的时候能够站出来保护您，这种分裂的状态，你让你的男人无所适从，他到底要扮演一个小绵羊，还是要扮演一个大灰狼？您到底要什么？您自个儿想明白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他永远无法追随您如此多变的需要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白老师。来，曲总。当时你看上你的丈夫就是因为他老实，对吧？老实，对。对。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吗？对。
所有你想的，你认为现在不能容忍的，还都是反映出他老实。对啊。他没有变啊。你为什么要跟人离婚呢？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心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你很委屈。很憋屈。你很憋屈。其实委屈我受的太多了。但都是你自找的。父母反对，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义无反顾的在一起呢？因为他老实。第二，没有婚礼，因为要在乎他的感受，他不同意，对吧？是不是你自己愿意的？是，也还尊重他嘛。你尊重他？亏你说出你还要尊重他。结婚之后哪件事尊重他？那是你把他当什么？你把他当老公啊，还是当助理啊，还是当免费的司机啊？我觉得他太没用了，太窝囊了，所以我才把他靠到身边。人家自己活得好好的，人家驾校很专业吧，人教练做的。你去到人家公司吵，让人家辞职跟着你干，结果呢1分钱没有。管你要点报销的油钱呀，然后过路费啊、停车费啊，你还把他算入他的工资。在家里呢，你要把员工外人请到家里来，好吗？你这家庭太乱了，里外不分呐。所以给你的建议就是，既然找一老实人，那可能在外面他有时候表现的窝囊，但是在你看来是窝囊，在人家看来或在我们看来，人家是讲理的。你所谓他窝囊那2件事，如果不是你不问青红皂白冲出来去捣乱的话，这2件事可能都会得到很合理的解决。把事情闹大，造成不可收拾后果，都是因为你。然后回到你们家庭，我猜你内心是想挽留他的，只不过是想让我们说说他。但是不好意思，你最应该被说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，涂老师。一个像火一般的女人，她的初婚，她一定是热情似火的，一定是充满希望的，一定是希望像燃烧一样的状态，能够在如火如荼的过程当中面对自己的新生活，这是你最初的期望。而一个像冰一样的男人选择了再婚，他对婚姻的诉求不是如火如荼，他的诉求是冷静处理，平静对待，生个女儿就算了。所以你们对婚姻的诉求和期望不一样，事实上想象的也跟自己实际身处的婚姻状态是不一样。先说一个问题，爱与不爱。我认为像你这样一个如火的女子是爱他的。比如说没有办婚礼，对一个女人的第一次婚姻来说多半是不能忍受的。而像你这样一个暴躁性格的女人，当然也符合你性格，不顾一切家人的反对，没有婚礼我也愿意嫁，宁可拿着3套婚礼的新服，半夜3更自己摸着看着伤心，我也可以没有婚礼嫁给一个男人。包括你和他的前妻的孩子相处的也很好，在我看来你是爱的。但是这位像冰一样的男子是不太爱这个女人，至少没有那么爱。人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你，你居然以2婚不能太高调为由，没有给他一个婚礼，这是他这一辈子的缺憾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你就没有多么爱他。第二，虽然你所讲的他很窝囊的那2次，确实是你性格太过于冲动，把事情闹大，但是从男方的态度而言，你也没有多爱他。虽然他无理取闹，他性格太冲，导致到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，但你作为他的丈夫，作为他的男人，作为比他大12岁的一个中年人，你应该出面保护他，或者是处理这件事情。这是作为一个男人，一个丈夫应该做的，你没有做，你甚至没有那种本能去挡在他前面。我认为你没有多爱他。谈完了爱与不爱，我们谈相处。你们每个人都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能力。这个像火一样的女子以为我的热情可以化了你，至少在婚后。但是这个像冰一样的男子认为，婚后凭我的冷静和以往的生活经验，我可以让你变得更听我的话，来主导我的生活。但是事实上你们都想错，如果用火去烤冰，其结果不是融化，是开裂，冰马上会蹦开。现在就蹦开了。你那是大火，
你要用小火慢慢去烤它，它能化。你噌的一下，马上火就上来，你可不把它烤裂了吗？再说了，你确确实实有点太里外不分了。没有助理住在家里的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何尝考虑过一个曾经结过一次婚、人到中年49岁的一个男人，天天看着4个助理伺候你，他内心作何感受？而且他也是你其中一个助理之一，而且是最没用的助理，而且连报销费有的时候都没有。你让他觉得自己是你处于什么样的地位？你让他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？他会认为自己的婚姻一次不如一次。所以你很笨呐，你这火烧的不对呀。如果你这火要是烧得对的话，不光能够燃烧他的热情，同时能够把日子过得像温水一样滋润。而作为这个男人，其实是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感受。当他觉得我改变不了你的那种脾气，我实力上也不如你的时候，我索性躲避。所以其实在我看来，如果你们俩还要继续在一起相处，首先请你把你那无名火给我收起来。聪明的女人是小火慢炖，把你公司分清楚，助理就应该自己找房子，自己工作。其次，你得给他自尊，你不给他面子，谁给他面子？而对于这个男性来说，我想说的是，你既然娶了一个娇妻，比你小12岁，你更多的给他的应该是呵护，在生活更多的给予他辅助，在有些时候也要软中带强的挡在他前面，承担一个男人的责任。等你们什么时候这火能够把冰融化了，变成了一趟温水，这日子可能就滋润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呀，女人在外面挣钱，男人在家里持家，把家持得好好的，挺好。单位你就赶紧给他辞了吧，该给钱给钱啊！你们俩可以议定一下，对吧？一个月你看给多少钱工钱呀？长沙现在雇一个看孩子的保姆多少钱？5、6千。5、6千啊，这就算5000，打个折啊。做饭的这个小时工的阿姨是多少钱？3000。8000，行吧？3000打个折，7000，你一个月给他7000块钱，这7000块钱是他的工钱。我相信他以后陪你出去还要过路费不？谢谢，不用了。你看看，哎，人家有这个潜质，看见没有？是不是给钱就开个玩笑嘛？其实没什么嘛，家用夫妻应该透明的嘛。你好歹有一个边界嘛，老师们老说边界边界，听明白了啊？听明白了。以后别老拍桌子，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老婆，现在是距离产生美，你把我赶出去是吧？这么长时间也产生了一定的距离，我相信你是越来越美了。那么以后能不能我在家带孩子，你是一个强人，我承认你，那么请你开点工资。你这讨要工资啊，在这里。爱情需要经营一辈子。这个我相信。好，时间到啊，回吧，给人开工资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啊！谢谢了，谢谢各位了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，谢谢啊！来，请关门。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、PPTV、距离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主动点儿。Forever love, forever love, 老婆辛苦。是半年后的第一次牵手啊？第一次牵手啊？啥感觉？有温度吗？回到从前吗？又来感觉了。哎呀，你倒是太……哎呀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来，宝贝儿，来。你很漂亮啊，谢谢。来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吧，各位请见证。我没带过。跪下。总算见证一次。真没想到老夫老妻上还有这一场。抱抱，热烈点。
大哥亲一个，就是这样的。哎，这个需要亲一个，亲一个，大哥。哎呦，哦呦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，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。这里是爆笑综艺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